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塔。这个幻塔4测呢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还有几个小时呢就要关服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来客观的评价一下吧。丑话说在前面啊，我这个人呢粗人一个啊，可能说话稍微有一点点直接，我尽量说的委婉一点。但是如果哪里让你听得不舒服了，还请高抬贵手见谅。兄弟们，请把公平打在保护上。OK， 咱们先来说一下幻塔的定位。说到幻塔，就不得不提原神。网上很多人都喜欢拿他们两个对标，但是实际上他俩的定位不能说是完全一样，只能说是毫不相干。原神其实还是偏单机网游的性质，比较自娱自乐，大家呢就各玩各的，只要你愿意，你是可以永远都看不到其他玩家的。但是幻塔其实还是在走传统 MMO 的老路子，多人世界、多人竞技、多人副本、公会排行榜一样都没少。所以说这两个游戏的目标用户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只是因为幻塔披了一个所谓的二次元皮，所以大家才会经常性的把他们两个做比较。而且说真的，幻塔也就从来没有想过对标原神。他一个游戏公司自己做出来的是什么游戏，他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就这个角色拟态系统一开始都没有，这都是后来加的。他本来做的就是捏脸加武器加装备的传统 MMO 游戏。他的目标用户其实是什么呢？我就直说了啊，就是喜欢这种二次元风格的大数字玩家、数值玩家、PVP 玩家，不差钱，喜欢在游戏里面通过数值、通过极品装备来向平民寻求优越感的玩家。这种玩家可比二次元玩家好伺候多了。不需要完善人设，不需要背景故事，不需要社区文化，只要给数值就行了。然后同时呢，通过这些玩家还能让平民感受到差距，感受到鄙视链，觉得自己很垃圾，让玩家之间来产生竞争，然后再去诱导平民消费，这都是 MMO 的老路子了。但是你再看看原神呢，原神根本没有给这一类玩家提供相对应的游戏环境。你想鄙视，你想碾压，你想 PVP， 你没有地方呀，甚至连组队打个日常本，你连队友的圣遗物或者面板都看不到。你想骂队友一句垃圾，你都没有地方骂。你跟所有的玩家没有1分钱的竞争关系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除了游戏里面，你能在任何原神主流社区平台看到 PVP， 包括但不限于某博、某游社、某吧、某 GA 等等等等。因为他们在游戏里没有地方发泄，游戏里面没有其他玩家，他们只能转战社区平台去 PVP， 这就是两者在定位上、在目标用户上的本质区别。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幻塔的氪金点，哇，那是真的生猛。先来看抽卡。幻塔其实呢就是在抽武器，它是在强调武器之间的连携，强调他们之间的互动。至于这个拟态系统嘛，纯粹就是个皮，是抽武器送的，没有什么强度作用，所有的属性都是在武器上面。其实幻塔最开始测试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换皮系统的，之所以后来给加上了，我觉得无非就是想学原神嘛，想吸收一波 XP 党的用户。武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磕点，那就是到本次测试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 UP 池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UP 池的话，它的 SSR 就是在这一堆里面给你乱出，出到哪个算哪个，那你想要给武器进阶，这可太难了，全凭运气。这个进阶呢就是精炼的意思，只要你脸足够黑，完全是可以做到出了7、8个 SSR 没有一个是能进阶的。注意啊，这是一个 MMO 游戏，它是有竞争性的，你能不能玩到别人前面，它取决于你的武器质量而不是数量，数量多了没有用，你只能带3把武器，把这3把武器的质量搞起来才是关键。不过 UP 池只是目前没有出啊，正式公测之后会不会出，到时候再看情况吧，应该是会出的，但是还是挺吃刻度的。然后第2大氪金点，武器意志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镶嵌宝石武器上的圣遗物，有2件套、3件套、4件套效果，但是它这个圣遗物是要抽的，而且要抽套装才好用。你说你只有那么1、2个好的散件 SSR 意志没什么太大用处，这个也是可以进阶的跟武器的刻度其实不相上下。接下来第3大氪金点，元气。这个系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物的各种增益效果，不只是增加伤害，增加什么的都有，也是可以进阶的这个本来也是一个重氪点，甚至比武器还要氪现在被砍了。而且这次4测我也没有看到元气卡池的开放，只在京城商店这里看到了兑换。后续这个东西到底还开不开卡池，等公测再说吧估计没得跑。最后第4大氪金点，载具，就是坐骑的意思。以前这个东西也是加属性的，但是这次4测好像砍了，属性没了或者说是我自己等级不够还没有看到。虽然目前的这些载具都是可以白嫖的不管你是薅大地图也好 PVP 也罢，反正只要你肯下功夫折腾，这些载具你都能想办法搞到手。但是后面肯定会出氪金载具，这是100%肯定会出的。而且你敢保证说一些高稀有度的载具它不会加属性吗？对吧？完美世界这可是老江湖了，它可是跟腾讯、网易同一批的远古游戏厂商了，怎么骗氪他心里明的跟镜儿一样。除此之外呢，再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氪金点了，武器、意志、元气、载具都给大家说了。至于人物的装备，目前还没有找到氪金点。对，是的，不光武器有装备，人物自己还有装备。
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抑制器，在这次试测当中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氪金点。好吧，氪金点咱们就先说到这里啊，反正挺吃刻度的，毕竟全部都能进阶，而且还吃套装效果，这就挺恐怖的。那你说这个游戏它除了氪金系统完善，就真的没有什么亮眼的地方了吗？那倒也不是啊。首先，我觉得最起码它游戏画质还是做的可以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，反正我站在一个玩家的角度上来说，挺 OK 的。再就是他做的这个拟态系统，这个皮确实挺好看的啊，很有幻塔自己的特色，不吹不黑，真挺好看的。再其实就没啥了，虽然一些玩法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，比如说这个冲浪啊、骑摩托，看着是挺酷炫的，但是这些东西它不能构成游戏的核心玩法，它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。你不可能一上线光冲浪你就冲2个小时，对吧？你的核心玩法还是 PVP 和 PVE， 但是你的所有打击体验又很差劲。注意，我这里指的是所有的打击体验，包括但不限于打击反馈、受击反馈、僵持卡肉等等等等，所有的打击体验都挺拉的。现在已经4测了，估计到时候公测也没什么大的变动。那这么难受的打击感，你觉得玩家的 PVP、PVE 游戏体验会好吗？啊，当然了，游戏手感这个东西见仁见智，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。也许我觉得很拉的手感，你觉得就很好呢，对吧？啊，这都很正常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游戏你要想玩好，满足你的攀比心，那你绝对需要大氪，这个没得商量，这不是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，这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氪度。那你说零氪和低氪的平民能玩吗？玩倒是能玩的，但是你得玩的佛系一点，而且心态要好，要看到这些排行榜不为所动，被起点输出的时候不要上头去氪金。你能做到这些的话，那倒其实也能玩。好吧，本期幻塔测评咱们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你看得上它你就玩，看不上你就别玩啊，没有必要一天骂来骂去的，挺没意思的。至于 UP 我自己嘛，到时候公测我应该会入坑来玩一下，毕竟有几个皮我确实挺喜欢的啊，比如说这个。但是我肯定是一个零氪的XP党，不氪金的那种，我一定会按照我的游戏思路走出来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零氪白嫖幻塔的话，现在就赶快关注我吧，现在关注就是老粉了。最后整理资料不容易，给孩子一个免费的长按3连吧，感激不尽。